为了阻止俄军进攻，乌克兰决定再组建10旅兵力，这些新旅将有部分兵力负责保卫基辅。索尔基当诱饵，乌军重现美军越南战术，打击俄军防空系统。乌克兰企业展示新型军用潜艇，外观科幻，像是来自科幻影视作品。日本国会众议院批准法案，同意日本、英国以及意大利成立新型战机联合机构。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因应俄军攻势，乌军再次组建新部队，一次性就是10个旅的兵力。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司令亚历山大·帕夫柳科对外宣布，计划组建10个旅级作战单位来应对俄军的进攻行动。在这些新组建的兵力中，将有部分兵力负责保卫基辅。帕夫柳科表示，面对战场上的危险，乌克兰人感到恐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乌克兰想要生存的话，乌克兰人就必须克服恐慌，响应战斗的号召，就像以色列全员皆兵一样。无论多么艰难，因为当前的乌克兰已经别无选择。为了能让部队顺利组建，乌克兰已经通过了动员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重点关注动员和培训人员，强化战场防线，以及等待军事援助，同时也将在战场上挫败俄军攻势。这些新部队的命名也充满了象征意义，比如飓风、红色卡利娜等，旨在提升士气。不过，帕夫柳科表示，虽然乌克兰在动员士兵方面遇到了阻碍，但真正阻碍新旅组建的因素是北约援助装备能否及时交付，尤其是火炮与装甲车辆。只是乌军新组建的10个旅，其战斗力与实战经验尚待考验，而乌克兰能够让这些新旅在短时间内形成有效战斗力，也将影响着战场局势。与此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在5月14日的通报中表示，鉴于哈尔科夫方向的作战形势非常艰难，俄军已经取得了战术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乌军也从卢吉扬齐村地区的部分阵地转移到更有利于作战的阵地。通报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机动转移来避免乌军的伤亡增加。除此之外，其他区域的乌军同样选择撤退，并且乌克兰还发出警告，俄军正在北部的苏梅地区集结。如果俄军在苏梅地区的侧翼发动跨境攻击，很可能会进一步分散乌军前线作战兵力。不过，从战况来看，俄罗斯最开始似乎并未打算发动大规模攻势。根据火力军猜测，俄军向哈尔科夫推进，首先是为了扩大安全区，防止乌军继续依靠哈尔科夫对别尔哥罗德州持续发动炮火与火箭弹袭击。这种袭扰行动已经严重威胁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的军用物资转运中心，危及俄军的生命线。俄军希望在北约军援大规模装备乌军之前，将乌军逼出射程之外。其次就是通过哈尔科夫的试探性进攻，来与其他战场进行联动，迫使乌军从其他战场调动兵力，比如顿巴斯或其他东部地区的乌军兵力。首先，俄军北部集群的特点就是导弹、火箭弹之类的武器非常多，包括伊斯坎德尔、龙卷风 S 等。此外，还有俄本土的陆航与航空兵部队作为支援。制导武器包括 KH-36、产品305等，这使得俄军北部集群在进攻哈尔科夫时，会通过远程火力打击乌军火炮阵地。反观乌克兰方面，在俄军大举进攻哈尔科夫之后，确实开始调集机械化部队，包括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以及火箭炮等装备，增援哈尔科夫地区。明知道俄军是佯攻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乌克兰只能这样做。接下来就看俄罗斯会不会继续在哈尔科夫投入兵力了。不过，作为一个堡垒城市，俄军想要攻克哈尔科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的俄罗斯缺乏占领或包围哈尔科夫的兵力与装备，按照估计，俄军至少需要出动30万兵力才有机会占领哈尔科夫。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军总参谋长巴尔吉列维奇的话报道称，乌军预备部队已经前往哈尔科夫，以应对俄军的大规模袭击行动。
巴尔基列维奇表示，如果不是这几个月训练了部分预备部队，哈尔科夫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而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拉祖特金在5月15日在电视节目中的说法，俄军正试图占领哈尔科夫州沃尔昌斯克市北部，乌军正与其进行对战，利用无人机与火炮进行回击，并且还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但即便如此，仍有部分俄军步兵已经进入沃尔昌斯克市，目前乌军正在派遣作战部队前往支援。接下来看一下乌克兰战场上的其他消息。乌克兰空军正在重现美军数十年前的战术来打击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越战时期，美军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战术，要求飞行员将自己的飞机当作一个诱饵，来引诱敌方的防空系统，被称为野鼹鼠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来压制敌方的防空导弹系统，这就要求美军诱饵机先锁定敌方雷达，然后在诱饵机被敌方防空系统锁定之前，使用炸弹或导弹对敌方防空雷达进行攻击。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为乌克兰已提供了一批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为乌克兰空军带来的防空压制与防空摧毁的能力。如今，乌军正在战场上重现美军战术，将苏27当成空中移动靶，通过诱导俄军防空系统锁定的方式追踪俄军雷达的位置，然后利用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精准打击俄军雷达。要知道，如今的乌克兰空军所拥有的苏27战机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但乌克兰依旧选择这样冒险，就是因为防空系统一直是乌军的打击目标。为了摧毁这些防空，乌军宁愿冒巨大风险。英国专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乌军野鼹鼠战术是否可以在战场上起到很好的效果。另外，面对乌克兰空军的战术，俄军防空导弹操作员已经调整了战术，但乌军 AGM-88反辐射导弹仍旧起到了压制的作用。因为在乌军发射 AGM-88之后，俄军防空系统的雷达只能暂时关机或移动位置，这就为乌军海马斯火箭炮或暴风影巡航导弹争取到了非常好的机会，减少了被俄军拦截的风险。除此之外，根据乌克兰军方的推测，首批 F-16战机即将交付乌军。待乌军装备之后，压制俄军防空系统的任务可能将由 F-16来负责。毕竟乌军装备的苏27与米格29还是苏联时期的战机，在使用先进反辐射导弹方面存在着不小的技术困难，但 F-16就不一样了，这毕竟是北约制式武器装备。在兼容 AGM-88方面丝毫没有阻碍，即便是最早期的 F-16AB 型号，在经过北约盟友的升级之后，已经可以携带 AGM-88压制俄军防空系统。近日，根据媒体报道，总部设立在阿联酋的乌克兰高地系统公司已经完成了克罗诺斯军用潜艇的原型舰。该公司高层表示，原型舰已经进行了1年的海试。2023年，克罗诺斯号原型舰首次在阿布扎比防务展上亮相。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外观，有点类似于俗称魔鬼鱼的浮喷，采用混合动力设计，可以运行54小时，即便在纯电模式下也能运行18小时，长度9米，可以配备6枚黑蝎鱼雷。按照高地系统公司的说法，这款鱼雷射程可以达到3000米。能够有效对抗水面及水下威胁。借助流线型设计，克罗诺斯号在水面上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0英里，水下也能保持每小时31英里的航速，这与美军洛杉矶级核潜艇的航速差不多。并且克罗诺斯号还能迅速下潜至250米，也可以在浅水区作业。除了强大的火力配置外，克罗诺斯号还装备了侦察设备，如水下潜航器与侦察用的4轴飞行器，确保了全天候的信息优势。虽然克罗诺斯号的长度有限，但凭借7米的宽度与2米的高度，扣除双翼所占据的位置，仍有较大的容纳空间，可以容纳成员与装备。除了一个驾驶席位之外，克洛诺斯的内部还设计了可供10个特种队员舒适搭乘的席位。另外，克洛诺斯号还拥有远距离遥控模式，可以在250公里内进行远程遥控，这就使得克洛诺斯可以运用在多种场景，比如无人模式运输货物，或者是利用鱼雷打击敌方舰艇或港口等。
其实，克罗诺斯号最初的定位是打算当作民用装备的。但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高地系统公司便将其调整为军事用途。据高地系统公司所展示的资料，克罗诺斯所用电池 1.5 小时即可完成充电，同时完成所需油料的加注。这种快速赋能无疑会减少它在水面上露脸的机会。高地系统公司创始人库兹涅佐夫表示，他将团队从乌克兰迁往阿联酋的原因是，在这个中东国家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高地系统公司表示，在经过1年海试之后，克罗诺斯号正处于现代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将安装动力更强、噪声更低的电池组与引擎。升级工作预计将于9月完成。他们目前还不能确认该型号潜艇在乌克兰的部署情况，但已有其他国家的客户准备下订单。你们觉得这样的小型潜艇面对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有多大的胜算？如果乌军能够装备足够多的克罗诺斯号潜艇，能否改变黑海的整体局势？欢迎讨论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亚太地区的消息。日本拉2个北约国家一起研发下一代战机。根据5月14日媒体报道，日本国会众议院批准一项法案，同意日本与英国、意大利成立一个协调管理结构，来促进3国合作研发下一代战机计划，以及将在今年设立该机构，地点将设为英国境内。同时，3个国家将向该机构派遣工作人员，规模达到数百人。首任首席行政官将由日本方面的人员担任。2022年12月，英日意3国政府宣布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项目定名为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英国暴风战斗机项目将与日本 FX 项目结合起来。为了统一协调，2023年12月14日，日本、英国以及意大利3国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国际政府间组织，简称 GIGO， 来协调管理3国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最高领导机构为缔约国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 ，GIGO 将负责协调、谈判、管理、实施以及预算编制等工作，并接受指导委员会监管。2025年启动开发阶段，力争到2035年开始部署。该协议需经3国议会批准。日本表示，成立 GIGO 组织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协调机制，同时还能作为独立机构和法律实体，与缔约国企业组成的合资企业进行谈判和签订合同。这里面就包括战斗机生产制造企业集群，其中日本三菱重工将负责战斗机机身的研发，三菱电机将参与电子系统的开发，日本大型重工公司 IHI 将负责发动机的研发。除此之外，英国 BAE 公司、发动机制造商劳斯莱斯、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以及欧洲导弹集团都将参与其中。美军 M10火力全开，进行关键测试，预计2025年正式服役。5月13日 ，Breaking Defense 网站报道，美国陆军最新的装甲车 M10布克正在准备一系列关键测试，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修改。目前 M10已经改进了2个项目，分别是有毒烟雾和冷却系统。五角大楼作战测试与评估委员会2022财年的报告显示， M10的 XM35 105毫米主炮发射炮弹之后，因炮弹的残余推进剂会在车辆内部燃烧，车辆内会充满高浓度的有毒烟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用动力公司开发了一种新的通风系统。另一个改进则是 M10的冷却系统。为了确保引擎、变速箱都能得到充分的冷却，通用动力公司重新设计了冷却系统。美国陆军计划采购504辆 M10， 每辆 M10的成本在1200万美元至1400万美元，预计2025年就能正式服役。按照计划，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之后，美国陆军的操作员和维修人员将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接受 M10战车的装备训练。
并一直持续到8月至9月。之后，部分士兵和车辆前往乔治亚州史杜华堡进行射击训练，并于11月返回布拉格堡进行集体训练。如果计划一切顺利，美军在2025年1月初就会对 M10进行初始作战测试和评估。这项测试将决定美国陆军和通用动力公司能否签署全面生产合约。预计2025年4月至6月就会有最终结果。美军加速部署导弹追踪卫星，大国之间的太空竞赛已步入白热化。大国之间的冲突基本都是以导弹远程打击为主。为预防导弹威胁，美国太空军太空系统司令部已经开展了导弹追踪监护系统。5月14日 ，Breaking Defense 网站报道，导弹追踪监护系统主要是通过卫星提高对在轨导弹预警和跟踪的能力。这些卫星将在中地球轨道跟踪监控敌方导弹。相比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中地球轨道拥有独特的优势。它比地球同步轨道容纳的卫星更多，而且安全系数高，很少出现因关键卫星被毁，进而导致整个系统失灵的问题。并且中地球轨道卫星覆盖的范围更广，想要监视全球的话，需要的卫星数量比近地轨道少。2021年5月，美太空军授予千禧公司和雷神公司合同，为导弹追踪监护项目开发导弹预警传感器的数字模型。目前，美国千禧公司的中地球轨道导弹预警和跟踪卫星已经通过关键设计审查。对于该项目第一阶段的经费要求，美国国会在2023年已经批准了1.3亿美元，美国太空军又在2024年补充申请了5.38亿美元。美太空军预计到2028年，美军将有4颗中地球轨道卫星在轨运行，目标是以2年为周期进行技术升级。据相关报道，韩国空军近日为 F4 战机举行了告别飞行仪式。除了为战机重现经典涂装外，再度造访昔日部署地。飞行期间，更是有2架韩国国产 KF-12战机进行护航，象征着薪火相传。F4 战机服役期间创造了16项飞行世界纪录，其中5项直到1975年才被 F15 战机所打破。此次告别飞行也宣告着韩国最后12架 F4 战机全部退役。近日，相关媒体报道，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特森称，瑞典将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尽管之前瑞典政府向议会递交了2项提议，声明瑞典不会允许外国军队永久驻扎，或者在和平时期接纳核武器，但近日克里斯特森向瑞典国家电台表示，在战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一旦瑞典遭受俄罗斯攻击，成为军事冲突的一部分，2项提议将被解除。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关于俄军大举进攻哈尔科夫的意图，各位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北约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